有沒有發現，有些明星組合明明沒有官宣戀愛，卻總能讓觀眾念念不忘？他們不需要刻意制造曖昧，也不需要頻繁釋放所謂的戀愛信號，只要兩個人站在一起，觀眾就會自動想起那些年追過的青春。李現和楊紫就是這樣的存在。從《親愛的，熱愛的》裡的韓商言和童年，到多年之後《國色芳華》裡的蔣長陽和何為芳，兩個人一次又一次合作，卻始終沒有被簡單定義成愛情關係。反而正因為沒有越界，沒有用緋聞綁住彼此，他們之間那種自然、舒服又帶着默契的關係才顯得格外珍貴。所以今天我們不聊所謂的戀情，也不去猜他們到底有沒有在一起，我們只聊一件更有意思的事：為什麼這麼多年過去，李現和楊紫的故事依然能夠讓觀眾一次又一次心動？2019年，《親愛的，熱愛的》突然成為整個夏天最火的電視劇之一。李現飾演的韓商言，冷淡寡言，目標明確，表面上看起來距離感十足，卻在面對楊紫飾演的童年時，一點一點卸下防備。而楊紫飾演的童年，則完全是另外一種氣質。她可愛、直接、勇敢，有一點小迷糊，卻對自己的感情非常坦率。一個冷，一個暖，一個慢熱，一個主動，這樣的組合本身就很容易產生化學反應。但真正讓觀眾上頭的，並不是簡單的霸道總裁和甜妹設定，而是李現和楊紫在鏡頭前表現出來的那種自然感。李現後來接受採訪時曾提到，自己看到劇本的時候就被這種甜甜的戀愛打動了。而當他知道女主角是自己的大學同學楊紫之後，也更加想嘗試這部作品。因為两個人本來就認識，所以拍攝過程中少了很多陌生感。他們可以開玩笑，可以互相接戲，也可以在現場根據狀態自由發揮。李現甚至透露，两個人拍攝時有不少甜蜜互動，是在鏡頭開啟之後自然產生的。這種感覺非常重要，因為真正讓觀眾相信一段感情的，從來不是演員把台詞說得多麼完美，而是他們在鏡頭裡有沒有讓你覺得這兩個人真的熟悉彼此。而李現和楊紫恰恰做到了。更有意思的是，戲裡的甜並沒有完全延伸到現實生活。楊紫在採訪中曾形容兩個人更像戰友。她評價李現認真、敬業，也認為所謂的一夜爆紅其實是多年積累之後的結果。這句話看起來很普通，卻非常有分量。因為當時的李現正處於事業快速上升期。親愛的，熱愛的播出之後，他迅速成為大眾關注的男演員。七月男友、現男友等稱呼不斷出現。但楊紫沒有把功勞簡單歸結為一部電視劇，她看到的是李現之前多年一點一點積累下來的努力，而這或許就是兩個人關係最舒服的地方。他們不是互相借勢，而是彼此認可，一個願意承認對方的努力，一個願意在合作中補足對方的不足。李現也曾說過，拍攝過程中兩個人會互相配合，如果自己有不足，對方願意彌補。這種合作關係聽起來沒有什麼驚天動地的故事，卻比很多轟轟烈烈的傳聞更加真實。因為娛樂圈最難得的，從來不是認識一個人，而是在認識很多年以後，依然能夠尊重對方。時間來到2025年，觀眾突然發現那個熟悉的組合又回來了。李現和楊紫二搭，國色芳華。這一次，他們不再是現代都市裡的韓商言和童年，而是盛唐背景下的蔣長陽與何為芳。造型變了，人物變了，故事也變了，但兩個人之間那種熟悉的默契卻依然存在。於是，很多觀眾瞬間產生了一種非常奇妙的感覺。原來這麼多年過去，他們還是那個他們，只是從青春校園的甜蜜愛情走到了更加成熟的成年人世界。國色芳華的播出也讓兩人的話題再次升溫。2025年的公開活動中，兩人的同框畫面頻頻引發討論，尤其是微博之夜，兩個人再次站在一起的時候，
很多觀眾一下子被拉回了親愛的、熱愛的夏天。但如果仔細觀察，就會發現，大家真正喜歡的可能並不是所謂的戀愛正劇，而是那種老朋友之間不需要解釋的熟悉，比如一個眼神、一個笑容、一個下意識的動作。這些東西很難設計，也很難複製。當然，娛樂圈裡的公開活動本身就可能存在宣傳和合作安排，所以我們沒有必要把每一個互動都解釋成愛情。他們有沒有戀愛是他們自己的私人生活，觀眾真正可以確定的是兩個人曾經合作過，而且合作得非常默契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們在公開採訪裡給予過彼此足夠的認可，這才是這段故事真正動人的地方。很多明星 CP 之所以讓人上頭，是因為他們給了觀眾一個夢。可是李現和楊紫有一點不一樣，他們讓人上頭之後，又會慢慢把觀眾拉回現實，告訴你屏幕上的愛情可以很甜，但現實裡的關係不一定需要變成愛情。有時候朋友就是朋友，搭檔就是搭檔，而能夠多年以後再次合作，依然能夠舒服地站在一起，這本身就已經非常浪漫。尤其是在娛樂圈這個變化極快的地方，今天可能還是最好的朋友，明天可能就因為工作安排各奔東西。今天兩個人還在同一個劇組，幾年以後可能連見面都變得困難。所以當李現和楊紫多年以後再次合作，觀眾才會產生一種特別強烈的情緒。那不是簡單的磕 CP， 更像是看見了時間留下來的痕跡。2019年的他們帶給觀眾的是青春，2025年的他們帶給觀眾的則是成長。當年的韓商言和童年讓大家相信愛情可以改變一個人，而今天的蔣長陽和何為芳則讓大家看到兩個成熟角色如何在事業、選擇和命運之間彼此成就。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人會覺得李現和楊紫的二搭特別有意義，因為真正值得回味的從來不是重複，而是同樣的兩個人在不同的人生階段演出了完全不同的故事。李現也一直強調自己更希望成為一名演員，而不是只依靠某一種固定人設。從河神到親愛的、熱愛的，再到後來的不同作品，他一直在嘗試擺脫觀眾對自己的單一印象。楊紫也是如此，從童星一路走到成年演員，他經歷過角色轉型，也經歷過觀眾審視。所以今天再看他們站在一起，會發現他們已經不是當年的那兩個年輕演員，他們都在成長，而這種成長恰恰讓過去的故事變得更加珍貴。有時候最浪漫的事情並不是两個人最後走到了一起，而是多年以後，當我們再次看到他們的時候，發現他們都變成了自己曾經想成為的樣子。李現依然在認真拍戲，楊紫也依然在認真塑造角色。他們沒有因為一部爆劇就停留在過去，反而帶着那段共同經歷繼續往前走。這才是親愛的、熱愛的留給他們最特別的東西，不是一個所謂的情侶標籤，而是一段共同成長的記憶。而對於觀眾來說，這段記憶又何嘗不是自己的青春呢？很多人第一次看《親愛的、熱愛的》的時候，可能還在上學，有人第一次工作，有人第一次談戀愛，有人正在經歷人生中最迷茫的階段。電視劇裡的童年和韓商言給了大家一個很簡單的夢想，努力追逐自己喜歡的人，也努力追逐自己的夢想。多年以後，當這些觀眾再次看到李現和楊紫的時候，真正被喚醒的也許已經不是劇情，而是曾經那個年輕的自己。所以我們才會發現，原來有些 CP 之所以經典，並不是因為他們真的走到了一起，而是因為他們曾經在最恰好的時間裡給了觀眾一段最恰好的回憶。李現和楊紫就是這樣，他們可以是韓商言和童年，也可以是蔣長陽和何為芳，但回到現實，他們首先還是李現和楊紫，兩個認識多年的同學，
兩個彼此欣賞的演員，兩個在合作中不斷成長的搭檔。至於網上那些關於他們關係的各種猜測，我們可以看看，可以討論，也可以開心的磕一磕熒幕 CP， 但不要急着替他們定義人生，因為真正高級的關係往往不需要別人替他命名。如果一定要問李現和楊紫之間最浪漫的是什麼，也許答案根本不是戀愛，而是多年以後，他們依然願意站在彼此身邊，繼續完成下一段故事。從青春到成熟，從韓商言和童年到蔣長陽和何為芳，角色會結束，熱搜會過去，流行也終究會改變。但一個演員認真對待另一個演員，一個老同學願意看見另一個人的努力，這些東西反而會留下來。這或許就是為什麼很多年過去以後，我們依然會記得他們。因為真正讓人念念不忘的，從來不是一句在一起，而是那種原來你還在的感覺。當熟悉的人再次出現，當熟悉的笑容再次出現在鏡頭裡，我們突然就會明白，有些故事不需要結局，能夠再次相遇本身就是最好的續集。所以，如果有人問你，為什麼李現和楊紫的故事比戀愛更浪漫？或許你可以這樣回答，因為他們沒有把彼此變成愛情的附屬品，他們讓彼此成為更好的演員，也讓觀眾擁有了一段又一段難忘的熒幕回憶。這才是真正經得起時間考驗的默契，也是屬於李現和楊紫最特別的浪漫。如果你也曾經為韓商言和童年心動過，又或者最近因為國色芳華重新喜歡上蔣長陽和何為芳，歡迎把你的答案留在評論區。你覺得李現和楊紫最讓人難忘的是親愛的、熱愛的青春感，還是國色芳華的成熟感？感謝你的觀看。如果你喜歡這樣的華語娛樂故事，記得訂閱頻道。下一期我們繼續聊那些藏在明星作品、友情與歲月裡的精彩故事。